火势大比拼，排名靠前的2支参赛分队进行最终的角逐。前方连续转弯，下坡路段请注意操作安全。底盘要稳，稳了才能切菜炒菜。每一个炊事员都是这样的员。快，倒水，时间不多了。开始投票。那你喜欢这一车的还是我喜欢专属位的，选择投1号车。不气馁，不服输。各参赛小组携带给养单元前出直吹。各组抽调1名炊事员完成其他任务。少了一个人，这个菜怎么炒啊？菜一刀，2位同菜一刀。非常具有挑战性，太刺激！干了这么久的炊事员，第一次经历这种。计票并统计结果。初秋的新疆，烈日如灼，尘土飞扬中，新疆军区某火力团的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车队正在向预定地域前进，即将展开训练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训练除了要考验炮兵们的快速机动、展开能力，还要考验他们的保障能力。切菜以后慢点，小心手，先站稳，站稳了再干活。就在火力车队出发1小时后，2辆自行炊事车也接到命令出发了。他们不仅要在45分钟内抵达指定地点，而且一下车就要做好足够供应全体训练人员的4菜1汤。松哥，你这完了，你那边2个给我炒啊，不然时间不够了。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直吹，已经压力很大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2辆炊事车之间还有一场较量。同志们，结合伙食规范管理年活动，我们贯穿全年组织伙食大比拼。前期，我们从各个岗位遴选不同的人员，组成各参赛分队。今天，我们组织排名靠前的2支参赛分队进行最终的角逐。原来，自行炊事车里的战士们正在进行年度炊事比武。在火力团炊事工作采用的是轮值制炊制度，这些战士们并不是专职炊事员，平时还有着各自的战斗岗位。每一个炊事员都是这样的员，并且我们现在要求就是我们的班排、战斗班组的这些人员也要轮流到我们炊事班，人人都是战斗员，人人都是炊事员，确保出去之后自己能做饭，然后自己能战斗，能保障自己。那么，当浓烈火药味儿撞上美食飘香味儿，将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？1号目标松黄17、16，2号目标松黄25、43。张勇以轮值制炊6次，而平时在连队里，他是一名技术过硬的测绘兵。张勇组的另外2位成员都有着丰富的制炊经验，他们还是技能精湛的机械维修师，155毫米车载加榴炮瞄准手。寇壮华轮值制炊2次，平日里他是体能突出的通信兵。他带领的队伍在前期制炊考核中一直名列前茅。作为炊事黑马，其他2位成员分别还是连队里优秀的汽车兵和双35毫米高炮炮手。另外，本次比赛还是一场师徒之间的较量。老兵张勇是寇壮华小组的制炊老师，此刻箭在弦上，面对即将到来的同场竞技，大家感受如何？不是有句俗话说得好吗？厨子和医生越老越香嘛。怎么样也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，展示给师傅看，让他看看最近学习成绩怎么样，也想超过他。
师傅张勇来自四川，徒弟寇壮华来自陕西，而来到新疆当兵后，他们早已入乡随俗，成了制作新疆菜的大厨。因为这个我们来啊，在新疆这边生活和执行任务，整个从饮食上讲，根据当地的一些食材啊，包括他这边吃的一些风俗特点或者风俗习惯，满足我们官兵在这种相应的环境下，然后得到充分的保障。牛肉夹沙、沙葱鸡蛋、大盘鸡、椒麻鸡、皮辣红，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新疆菜，每天出现在火力团的厨房里。团长，这个撕鸡速度非常快啊！刚才这个鸡不是经过这个冷水泡过一遍之后，这个鸡肉会变得非常紧实。撕小一点的话，这样待会拌起来的话会比较容易入味儿。多技能傍身的跨界炊事员们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3、2、1，计时开始。野战奔袭制炊科目要求每组派出3人，2组同时机动制炊，向正在训练的火炮分队进行热食前送。伙食标准4菜1汤，而时间只有45分钟。那么这一科目，炊事员在操作时会遇到哪些难点呢？情境当中主要是咱们在保障热食期间配菜的加工。容易在颠簸路段造成一些影响，对咱们炊事员的这个热食制作的时间造成影响。再加水，锅里再加水。收到。张勇一边紧张地操作着，一边关注着组员们的一举一动。现在你们慢点，小人手，先站稳，站稳了再干活。进入颠簸路段后，炊事员如何控制身体保持平衡，就成为了成败的关键。地面有时候也有水啊、油啊，比较滑，不比平地上。你这不但要速度快，还要保护着自己的手。第3个就是速度，就是三个人需要密切配合，因为要控制火候大小。团长是在做汤吗？对，只喝蛋花汤。一大盆黄澄澄的鸡蛋打进锅中，迅速形成蛋花，快速搅拌后与紫菜融合。即使时间紧张，张勇仍严格把控着菜品的卖相。前方路面颠簸，请注意。收到，匀速前进。铝盆出汤。快，下位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来。另一辆车上，寇壮华在炝锅时也严格把握着火候和调料放置的顺序，酱料的香味随着锅气升腾。随后，蔬菜与虾尾被充分翻炒后，酱味、辣味十足。我们尽量往前面脱速太快了。我们那个汤放的比较厉害，那个菜。其实，为了克服颠簸带来的影响，老兵张勇平时就总结了许多小妙招。上气保持正直，对，尽量往下压，对。扎马步是张勇总结出的克服颠簸的基本功。面对赛前虚心上门求教的徒弟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着经验。对，尽量往下压，上气保持正直啊。它扎下去，底盘要稳，稳了才能切菜呀、炒菜。来20秒。
除了扎马步，位置切条也是张勇为提升刀工精准度总结的训练方法。就是咱们在推车行进过程中切菜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重心下移扎马步，第二个就是找一个操作台的支撑点，这样靠住。那就是行进过程中切菜的时候就不容易摔倒。切的时候前切均匀一点啊，不要切，一定要均匀，不容易切手指了。来试一下。你的刀一定要拿平，你这样斜着了是吧？前面细，后面就粗，后面就宽一点，一定要拿均匀。那么，妙招傍身的两组选手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任务。把辣子鸡洗一下，那个鸡洗一下，你腌了没有？腌好了吧。腌好的鸡肉丁与调好的辣椒迅速翻炒，首先辣味扑鼻，而后香味四溢，更丰富了菜品的颜色，看起来更加诱人。哇，这个辣子鸡好香啊，班长！大家都喜欢吃这种辣子鸡。很热呀，这里面。与前方炮阵地的战士比起来，这不算啥，他们更辛苦，也就热1个小时左右。水。车队提速，请注意。收到，车提速了，大家抓稳扶好了。怎么整？我们这边4菜1汤1主食准备完毕，正在打扫卫生。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，老兵张勇的小组已经完成了全部菜品的制作，而徒弟寇壮华组此时却有些慌乱。快，倒水！快，动作快一点，兄弟们，时间不多了。好的。拐刀没拿吗？这里边，最下边那个柳儿。还有最后10分钟，他们能按时做好4菜1汤吗？葛班长，我这边4个菜已经准备好了。最终，两组选手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。此时，战友们也完成了实弹训练，全部命中目标。等待他们的将是炊事员们精心准备的午餐。然而，当炊事车到达点位时，训练场上突然刮起了沙尘暴，满身尘土的评审员们即将到车内进行品尝，他们将投票给哪个餐车呢？我家是云南的。云南的。对。这都拿盆剥了。尝一尝2号车的美食。班长们哪个菜好吃啊？感觉？这个虾尾，我吃出了重庆味的感觉，太好吃了，我必须投2号车。它这个油水嘛就比较重，然后吃的就是比较舒服啥的。凉拌牛肉、大盘鸡、辣子鸡、麻辣龙虾尾，一道道经典美食，在训练之后好像变得更加诱人了。卖相来说还比较不错的，然后这个各种颜色非常鲜艳。吃起来之后像刚才那个战友说的，确实油有点大了。这个龙虾跟上一个车有什么区别吗？比上一个味道重。上一个味道重。那你喜欢这一车的还是喜欢？我喜欢专属味一点。喜欢2号车的龙虾是？我两边都好吃。不好分了是吗？现在？对，选择投1号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这个凉拌猪耳比较合我的口味，虽然说跟家里有区别，但是还是感觉到有家的那种味道。有家的味道。对，想家了吗？想家了。面对品鉴能力如此强大的评审员们，哪个小组会博得更多青睐，迎来开门红呢？通过刚才大家的品尝，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心仪的小组。下来，请大家站在心仪的小组身后，开始。
下面开始计票并统计结果。第一组7票，第二组19票，第二组获胜。第一场对决，张勇组取得了绝对优势。很开心，很高兴。那我们第一组的同志怎么想的，班长？不气馁，不服输。不服输。那后面的这个对决呢？我们会更全力以赴。比拼还没结束，接下来的对决更是波澜重重，难上加难。全要素非常具有挑战性，太刺激了。干了这么久的炊事员，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。究竟是怎样的科目让久经沙场的老兵张勇都直呼困难？经检查，线路损坏，需放置一条备用线缆。收到。此时，火力团通信连队的官兵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实战化训练，而与此同时，导条组也带着2组参赛队员来到了不远处的山脊上。在高原炊事车机动途中，受道路影响，需要各参赛小组携带给养单元前出支炊。给养单元指炊事体系中最基础的伙食供给力量，含锅灶、燃气、厨具以及对应保障人数的食材。满编在里边，案板呀、锅灶这些器具啊，加起来足有40公斤。那么，在炊事保障硬件条件如此发达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科目又有怎样的实战意义呢？连队啊，或者班排啊，这些小单元执行任务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，架设包括车手也比较简单，它就适合在我们单独的点位、独立的这些任务时候进行快速的保障。计时开始。本轮比赛2组需将给养单元人力运送至500米外的山腰处，并迅速展开制炊，限时45分钟，标准4菜1汤。由于比赛伊始就设计好的减员背景，各小组只能通过手拉手的方式将物资一次性带到任务区域，可以说是体力与耐力的双重考验。对于较为年长的张勇组来说，这样大重量的负重奔袭是不小的考验。第一组啊，都是年轻同志，90后。体能啊都比较强，我们是稍稍兵龄长一点啊，也算老兵了吧，心里面还有点就是怕超不过他们。超过他们！凭借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张勇小组的老同志们几乎与第一组同时抵达。就在2组刚刚展开不久，导条组的声音打破了无线电的静默，难度将再次升级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！现在的情况是，各组需抽调1名炊事员完成其他任务。1组文阳，2组董天宇。各组收到，依次回复。收到。董天宇先离场。文阳，撤出。一下心里边就慌了。就感觉少了1个人，剩2个人，这个菜怎么炒啊？然后人员怎么分配啊？面对导条组的再度减员指令，2位组长的表情开始变得凝重。严重减员，任务还能完成吗？班长，这个减员影响大吗？不影响，能做完是吧？1个人也能做饭。慌，心里面肯定是着急的，但是要忙而不乱。少了1个人，李松班长1个人看2个锅，再炒2个锅。好，准备出锅来，放盐，直接出锅准备。正当2小组在减员状态下忙得不可开交时，对讲机里再次传来了导条组的声音。现在的情况是，训练场多1个排的兵力，需要各小组由原来4菜1汤改为5菜1汤。各小组收到，依次回复。1组收到，收到。2组收到。松哥再加1个菜啊！此时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，2小组迎来了更具难度的挑战——减员状态下加菜。
那句话咋说的？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就跟雪上加霜一样。在实战任务中，保障与被保障人员的增减是炊事班必须要面对的情况。他们会如何应对这样的难题呢？做啥呀？本再加一个那个虾仁炒玉米嘛，玉米虾仁。班长，这回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还来得及，来得及。即使忙到焦头烂额，张勇的眼神却异常坚定。火不能停，锅不能停，人不能停，在人员少的条件下，就是把这个时间抢回来。快点，嘟嘟再快点！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完毕了。不用长一点。好，出菜。好，好。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0秒，两组几乎同时完成了5菜1汤。就是我们还是做到了。做好那一瞬间就感觉，我们还是可以的，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棒，也都突破了自己。在如此紧张的比赛压力下，张勇和柯壮华小组制作出的菜品味道如何呢？评审们又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？尝，是这个牛肉，牛肉挺好吃，挺好吃。红烧肉，感觉就是吃的有一点点地，再就是这个有一点点咬不动，但是相比这个牛肉的话，可能要逊色一点。但是我觉得能在野外能做出这个水平，炊事班也是值得肯定的。看到徒弟们近乎与自己同时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挑战，师傅张勇内心更多的是欣慰，很开心，很骄傲，很自豪。看见他们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嘛，我刚开始都以为我完成不了，怕完成不了。你看见他们完成了，确实为他们点个赞。大家刚才吃了菜香不香？香！好，现在站到我们自己心仪的小组后面，开始投票，开始。开始统计票数，第一组13票，第二组10票。经过多轮激烈角逐，综合成绩，第二组获胜。由于票数总分领先，张勇带领的第2小组获得了最终胜利。当记者提起比赛中那句“一个人也能完成”的自信源自哪里时，老兵张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：一个人也能做饭。如果有战争的话，有人受伤了，没人了，就你一个人，你还不做饭了？连队官兵得吃饭了，就是一个人也要把这个任务完成，把这个饭做出来，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连队官兵手里，这炊事员的使命和职责所在。对于火力团的官兵而言，阵地的炮火与后方的灶火有着深深的连结。火炮一推入阵地，准备火力打击，炮打得好，炮打得准，非常离不开我们后方的炊事员饭做得好，饭做得香，确保我们每一发炮弹出去都能够命中我们想命中的目标。这些跨界炊事员，未来还将继续穿梭在厨房与沙场，成为灶火与炮火的双重担当。